地狱飓风来得快，去得也快。当其消散之际，那漫天的紫色乌云也是随之消散。这地狱平原很快便晴空万里，那蔚蓝的天空之上，连片云朵都看不见。真不敢相信，就在先前，这里还被那恐怖的飓风所肆虐摧残。只不过，不仅地狱飓风不见了，楚风等人却也都随之不见了。父亲，楚风他们呢？宇文婷疑问道，目光中有些担忧。他是怕楚风逃走了。先前的地狱飓风非同小可，连我卷入其中都是凶多吉少。楚风等人自然是已经死了。宇文城城主很是确定地说道：“城主大人，既然他们都已经死去，那我便先告辞了。”圣丹山庄那位背叛者师傅方抱拳说道：“石长老，你与那马长春的过节，我们是知晓的。这次我们出手，也算是帮你除掉了在圣丹山庄内的大敌。回到圣丹山庄，你应该知道怎么说吧？”宇文城城主说道：“放心，今日之事我并不知晓，他们是死是活，我自然也不知晓。”师傅方说道。听得此话，宇文城城主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后，宇文城城主率领宇文城的众人离去，而师傅方也是向另一个方向离去。他们自以为今日之事做得天衣无缝，却不知早就从头到尾被人看得清清楚楚。而这人自然便是楚灵溪以及楚行帝。行人不出来见一面吗？忽然间，楚行的看着不远处的虚空，开口说道。而他此话落下，一道身影也是凭空而现。这名男子不仅穿着与楚行的一模一样，他的脸上也同样伤痕累累，目光同样阴森可怕。最重要的是，哪怕他的气息也如同楚行的一般深不可测。而这个人便是楚行人。当日楚氏天族刑罚堂副堂主，命令他保护在暗中保护楚风，监视楚风的人。小姐殿下，二哥。楚行人出现后，便来到楚行的以及楚灵溪身前，抱拳施礼。行人叔叔，你怎么也在这？看到楚行人，楚灵溪则很是意外，露出又惊又喜的神情。小姐，你还不知道吗？你的行人叔叔听从副堂主大人的命令，一直在暗中保护着楚风。楚行的说道。不知道啊，我不知道这件事。楚灵溪表现很是意外，难怪先前行的叔叔眼见着楚风遇难都不出手，原来你早就知道。行人叔叔在暗中保护着楚风。楚灵溪说道。可是很快的，楚灵溪神色一动，一脸坏水的对楚行人说道：“行人叔叔，那楚风进入藏灵池的时候，你也在。那个时候，我二哥在什么地方，我就在什么地方。”楚行人说道：“这点我可以作证。”楚行的说道：“从二人的对话可以看出，当日藏灵池的时候，他们都没有跟过去，应该是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的。那太可惜了，行人叔叔，你与行的叔叔一样，错过了非常好看的一幕啊。”楚灵溪有些遗憾的说道：“发生何事了？”楚行的和楚行人一同问道：“嘿嘿，不知道就算了，不告诉你们。”楚灵溪故作高深的笑了起来，倒也是为夏雨儿保守了这个秘密。而见楚灵溪这般，楚行的和楚行人倒也没有追问。对于这个古灵精怪的小姐，他们早就习惯了。行人，先前的地狱飓风是你的手段吧？楚行的问道。听得此话，楚行人则顿时眉头一皱，脸色隐隐间涌现出了不安，旋即问道：“二哥，我还正想问你，那不是你的手段吗？”见楚行人如此回答，楚行的脸色也是有所变化，问道：“这么说来，那不是你的手段？”“不是啊。”楚行人果断的说道，“我也没有出手，不信你问小姐。”楚行的说道。“对，我能作证。”楚灵溪说道。“这不是你我二人，那是何人？”楚行人面容阴晴不定，眼中充满了复杂之色。“会不会根本就不是人为，而是真正的地狱飓风？”楚灵溪说道。“不可能，那是人为的手段。”楚行的和楚行人同时说道。“若是这样，那岂不是说楚风被其他人救走了？”楚灵溪问道。“多半就是如此。”楚行的和楚行人说道。“只不过会是谁呢？”楚行的和楚行人同时陷入了沉思。在大千上界，能施展那种手段的人可是不多，尤其是当他们二人细细回想起来，先前的地狱飓风怕是不止威势害人，其威力也同样害人。假如威力与威势成正比的话，那么怕是他们二人进入其中也是要倒大霉的。这也就说明那个救走楚风的人实力还要在他们二人之上。而在大千上界，抛开楚氏天族的强者的话，实力能在他们二人之上者可就更不多了。这样一来，二人可以怀疑的范围反而是越来越小。但是他们又想不通，那些实力在他们之上者哪一个与楚风有所关联，会出手救楚风？一时之间，二人陷入苦恼的思索之中。这楚风该不会真是楚轩辕的儿子吧？楚灵溪说道。而楚灵溪一语惊人，让楚行的和楚行人也都是神色一动，竟肃然起敬。倘若楚风真是楚轩辕的儿子，那么先前出手的很可能是楚轩辕，那可是一个很不得了的人物啊。楚风自然是被人所救，只是他也不知道是被何人所救。当被卷入飓风的那一刻，他就陷入了昏迷，失去了意识。当楚风恢复意识之际，他不知道这中间发生了什么，甚至不知道自己沉睡了多久，只发现他躺在一条河边，而圣丹山庄的马长春长老也都在，包括那个之前要杀楚风的周宇也在。不过圣丹山庄的小辈也就只剩下了周宇一个人，其他人生死不明。那些人都以不同姿势倒卧在河边，都处于昏迷状态。看样子楚风似是最先醒过来的，怎么回事？是何人救了我？楚风揉着有些胀痛的脑袋回想着，他几乎确定他是被人救了，只是楚风实在想不到是什么人救了他。而在楚风思索之间，不远处的丛林中，一双深邃的眼眸却在注视着楚风。这双眼眸不仅深邃，并且充满智慧，就像是存在了无数个岁月一般，充满了神秘色彩。楚风思索无果后，他将在藏灵池所获得的3张隐身符取出，一层结界将其覆盖。随后楚风向自己的脑袋一拍，一道光芒闪烁，那3张隐身符竟然消失不见了。随后楚风来到马长春身前，
想看看马长春的情况，这才发现马长春也只是简单的昏迷，并无大碍，所以楚风只是稍微动用了一点精神力，便将其唤醒。马长春迷迷糊糊间睁开了双眼。马前辈，您没事吧？楚风关切地问道。楚风小友，我没事，只是我们怎么会来到这里？莫非我们是被人救了？是那地狱飓风救了我们？马长春醒来后便立刻站起身来，紧张地凝视四周，而当他打量了一眼周围后，也是意识到他们是被人救了。那地狱飓风并非真正的地狱飓风，而应该是某位强者的手段。我也觉得那地狱飓风是救我们的，只是我不知道是何人出的手。楚风说道。看来这次能够有幸逃脱，是托了楚风小友的福了。马长春苦笑道。看来他觉得解救他们的人是冲着楚风来的，他们只是被顺便所救而已。前辈，您千万别这样说，若不是因为我，你们也不可能遭遇如此凶险。楚风满面愧疚，想到理想三人已经因为自己而死，楚风此刻心如刀绞，愧疚难当。楚风小友，不是你想的那样的，那师傅方本身与我便有过节，就算没有你，他也迟早会想办法除掉我。只是我没有想到，明明只是个人恩怨，他竟然借助宇文成的手，把这么多人都牵扯进来。此人之凶狠，超乎我的想象，倒是我大意了。马长春提及那师傅方，既愤怒又后悔。他愤怒的是师傅方这样背叛他圣丹山庄，为了自己的前程不惜牺牲这么多同门的性命。他后悔的是早就知道师傅方不是善辈，却没有提防于他，这才酿成了今日的恶果。不过这次我不死，就该轮到他死了。但是我们必须尽快离开这里才好。马长春又补充道。前辈，您知道这里是哪里？楚风问道。我若没记错，这里应该是宇文成所掌控的地界。马长春说道。宇文成？听得此话，楚风顿时目光一动。是的，宇文成的势力范围距离地狱屏原本就不是很远，那地狱飓风将我们刮到这里，倒也并不稀奇。不过楚风小友，你也别怕，我们圣丹山庄距离这宇文城其实也并不远，我们这就回到圣丹山庄，然后将此事禀告庄主大人，我们一定会让宇文城付出代价。马长春说道。好。楚风也是点了点头，想要对付宇文城的话，借助圣丹山庄的力量的确更容易一点。随后马长春大袖一挥，一股特殊的力量便融入圣丹山庄众人的体内。很快的，众人全部醒来。畜生，给我跪下！猛然间，马长春怒吼一声，与此同时，他的手掌隔着虚空猛然一挥，只听啪的一声，一个人便在惨叫声中飞了出去。但是刚刚落地，那个人便又拔空而起，他似是被束缚了一般，表情痛苦的向马长春飞了过来。此人乃是周瑜，那个先前想要杀掉楚风以求自保的人，叛徒，该死！此刻马长春竟然面露杀意，他是要立即除掉这个周瑜。前辈，等一下！见状，楚风赶忙开口制止。前辈，可否不要杀他？楚风小友，他可是先前要杀掉你的人。马长春用那无法理解的目光看着楚风，可是他本来也不该因为我而死。前辈，放过他吧，因为他根本就没有错，我不是他的同门，我与他相识的时间也很短，他杀我而自保乃是正确的决定，我不怪他，也不觉得他有错。楚风说道。对于想杀自己的人，不管有何理由，楚风一般情况下都不会放过他，所以哪怕这周瑜面临着为难的决定，但换作往日，马长春若要杀他，楚风也未必会管。可是现在不同，亲眼看到理想三人为了自己而死，楚风的内心起伏不定，因为出于对理想三人的愧疚，楚风反而很是理解这周瑜，因此楚风不想让这周瑜死，至少不想让他因自己而死。好，既然楚风小友开口了，那我就饶你一命，可是活罪可免，死罪难逃。马长春说话间，大袖一挥，顿时一道武力用处，化作一条火焰锁链，将这周瑜捆绑起来。周瑜很快便发出撕心裂肺的叫声，那火焰锁链将他的肉身都焚化开来，他正在承受着巨大的痛苦。马长春手指一弹，一道结界之力将周瑜包裹。下一刻，周瑜的表情依旧扭曲痛苦，他依旧在歇斯底里的咆哮，然而他的声音却是传出来了。前辈，楚风有些不忍，还想开口劝阻。楚风小友，我圣丹山庄有我圣丹山庄的庄规，周瑜所触犯的条例理当处死，但看在你的面子上，我已经网开一面，可这惩罚他却不可避免。马长春对楚风说道。见状，楚风也不好再多说什么，他很清楚，他不然很惭愧，是他自己的事，可是圣丹山庄的庄规他无权破坏。随后楚风等人便向圣丹山庄赶去。楚风，你觉得这圣丹山庄靠谱吗？途中女王大人泛起了嘀咕，经过了先前那师傅方的背叛，女王大人对这圣丹山庄充斥着一定的不信任。其实对于圣丹山庄，我也并不是完全的信任，可是我想替理想他们报仇，不想他们枉死，而眼下圣丹山庄是唯一能帮我完成报仇的势力。不过蛋蛋你也别担心，还记得我在藏灵池深处捡到的隐身符吗？楚风说道。记得，你先前好像用他们做了什么？女王大人说道。先前在叫醒马长春等人之前，女王大人灿的确看到楚风取出了那3张隐身符，只是女王大人也不知道楚风做了什么，因为楚风的动作很快，我用特殊的结界将他们封入了我的灵魂，链接了我的意念。当遇到不测的时候，哪怕我的身体不能动弹，可是我也可以使用那隐身符。那隐身符虽然我没有使用过，可是我觉得那隐身符的力量很强。楚风说道。可那隐身符应该只能让你隐身而已啊，你能不能把邪神剑也封入你体内，遇到不测的时候直接催动它？女王大人说道。这个不行，兵器也拥有自己的意识，无法与我的灵魂相融，没办法封存到体内。不过我倒是可以一直将其握在手中。楚风说话间便将邪神剑取出，握在了手中。看到这些神剑，女王大人反而也是安心了不少。尽管明知道这些神剑很危险，可是这却也是楚风能动用最强大的力量。
不管是楚风或是蛋蛋，都必须承认，这邪神剑才是楚风最后的保障。楚风小友，你这把剑。当楚风亮出邪神剑之后，马长春则是立刻注意到了楚风手中的邪神剑，那不解的目光便随之投了过来。这把剑乃是我一个亲人送给我的，忽然间有点想念他了，而每当看到这把剑，我就会像看到他一样。楚风解释道，从现在开始，他必须一直握着邪神剑，自然也要给自己找一个理由才行。难怪楚风小友会忽然拿出这样的兵器，原来对你来说是有着特殊意义的。马长春笑着说道，显然他先前发问是想不通楚风为何会忽然拿出这样一件兵器。尽管邪神剑蕴含着无法估算的力量，可是他从表面来看，它只是一把半成地兵而已。这样的兵器在大千上界来说，简直就是废铜烂铁一般不值钱，丢在大街上估计都没有人愿意去捡。更何况楚风这把邪神剑的造型还如此独特，看上去连寻常的半成地兵都是不如，也就难怪马长春会这般好奇，楚风为何会突然拿出这样一件兵器，紧紧地握在手中了。不过对于楚风的这个解释，马长春倒也是信以为真，所以也就不再多问，而是继续专心的继续赶路。就如马长春所说，圣丹山庄距离宇文城并不是很远，二者的势力范围可以说是相邻的。回到圣丹山庄，刚好那个师傅方也在，马长春等人当面对质，说出了师傅方的勾结宇文城迫害同门的恶行。本来师傅方还极力狡辩，否认他所做的一切，但是当人们从他的乾坤袋内搜出了那把本属于宇文城的仙兵后，便是铁证如山，证据确凿。确认此事之后，圣丹山庄庄主勃然大怒，一掌轰出，当场便将师傅方拍成了粉碎。随后更是率领大军前往宇文城，想要向宇文城讨个公道。圣丹山庄本已经集结精锐之师，准备前往虚空神树，而眼下刚好率领这队精锐之师去讨伐宇文城。虽然人数上谈不上浩浩荡荡，可是在场的每一个人的气息都可谓是相当强横。在场之人除了楚风之外，最弱的都是天仙境的高手，而最强的那几位则都是武仙境的高手。这是真正的精英部队，精锐之师每一个都是高手，是圣丹山庄内有着名望的存在。按理来说，楚风与这些人同行，无论是资历还是实力，他都是如同蝼蚁一般，是真正的垫底存在，理当被人无视和看不起。但是楚风已经名声在外，更何况他击败了韩愈的事情也已被圣丹山庄的人得知，所以莫说圣丹山庄这些长老对楚风格外的殷勤，哪怕圣丹山庄的庄主对楚风说话也是客客气气，甚至还想拉拢楚风加入他圣丹山庄。楚风小友，你不会是在骗老夫吧？圣丹山庄庄主是一个白发苍苍、满脸胡须的老头子，此刻他就站在楚风身旁，已经与楚风聊了一路，眼下正在极力的邀请楚风加入圣丹山庄，只是却被楚风拒绝了。而对于楚风拒绝他的理由，他有些难以接受。前辈、晚辈真的没有骗您，我的确不打算加入任何势力，如若不然，当日在仙冰山庄，我也不会拒绝仙冰山庄庄主的邀请。楚风说道。你也拒绝了仙冰山庄的邀请？圣丹山庄的庄主问道。是的，楚风说道。哈哈，若是这样，那老夫便信了。听得此话，圣丹山庄庄主竟然哈哈大笑。别看他已经一大把年纪，可是他的性格却是相当的随性，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想法。庄主前辈，对于宇文城的所作所为，你准备怎么处理？楚风问道。眼下他最关心的就是和宇文城的恩怨，可是路上楚风又仔细想了想，觉得圣丹山庄和宇文城相邻这么久都相安无事，要么就是平日里关系甚好，要么就是有着某种原因束缚着双方的关系。现如今宇文城的确有错在先，可是圣丹山庄只是死了几个弟子，楚风并不觉得圣丹山庄真的会和宇文城开战，最多也只是争回一个面子罢了。杀人偿命，谁杀的我圣丹山庄的人，我就要谁来偿命。圣丹山庄庄主说道。可是宇文城城主也杀了圣丹山庄的人。楚风说道。那简单，我要他宇文城城主偿命便是。圣丹山庄庄主说道。听得此话，楚风目光一动，他不知道圣丹山庄这位庄主的话几分真几分假，但却的确希望圣丹山庄的庄主这么做。于是楚风问道。不知前辈有几分把握？听得此话，圣丹山庄的庄主则又是大笑起来，只不过这一次的他却是笑得意味深长，而当他笑的时候，圣丹山庄的长老们也都跟着笑了。没有人回答楚风这个问题，可是他们的笑声却已经给予了楚风回答。在实力上，圣丹山庄应该是强于宇文城的，至少圣丹山庄有这个自信，所以圣丹山庄应该并没有把宇文城放在眼中。楚风小友，你放心，我圣丹山庄的弟子绝对不会白白的死去，我们一定会讨回一个公道。圣丹山庄庄主对楚风说道。很快的，圣丹山庄的大军便兵临城下，来到了宇文城的城前。宇文城虽然名为城，可说其是一个浩瀚的国度，也毫不为过。他们不仅领土面积极大，那建造的城池也是非常的大，毫不夸张的说，单单是宇文城的这个主城，就比整个九州大陆的领土面积都要大。不过宇文城的势力范围之内，可能是有特殊的感应阵法，或是某种监视手段。对于圣丹山庄的到来，他们已经早有防备。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眼下那宇文城的城池之外，一座金光璀璨、贯穿天地的防御阵法已经张开，将那一眼望去，无边无际的城池给全部笼罩了起来。这个场面可谓相当的壮观，至少楚风是第一次看到这样巨大且如此强横的结界阵法。可以推断，这结界阵法当初打造的时候，不仅请来了大量的界灵大师，同时这也是一个耗时耗力的大工程。不过圣丹山庄似乎并没有把这座防御结界放在眼中，至少楚风从圣丹山庄庄主的眼中看到了2个字：从容。不过宇文城这边
也的确是早有准备，因为眼下宇文城的城主以及宇文城的诸位高手全部在城门处整齐地站立着，就好像是在等待着圣丹山庄的到来一般。宇文延宏恭候圣丹山庄的庄主以及各位长老的光临。宇文城城主抱拳说道，他的态度相当的客气，但是他失礼的时候却扫视了楚风一眼，从他的目光中，楚风感受到了憎恨与杀意。恭候光临，宇文延宏，你宇文城就是这样欢迎客人的？圣丹山庄庄主看着那金光璀璨的贯穿天地一望无际的防护结界说道，庄主大人来势汹汹。宇文延宏着实是有些慌了，所以做了一点防备，还望庄主大人不要见怪。宇文城城主说道，宇文延宏，你少装蒜，既然知道我们是为何而来，还不快快束手就擒？马长春愤怒地说道，果然是因为此事而来，不过庄主大人，我不过是杀了你圣丹山庄的弟子，你该不至于要对我宇文城赶尽杀绝吧？虽说我宇文城的确是不如你圣丹山庄，但也绝对不是任由欺凌之辈，若真要开战，就算是我宇文城会败，可你圣丹山庄也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的。宇文城城主说道，宇文延宏，你这是在吓唬我？圣丹山庄庄主眉头微微一皱，在他的嘴角掀起了一抹古怪的笑意，而这抹笑容非常的危险。楚风注意到了，宇文城的城主也同样注意到了，于是他便赶忙解释，我宇文延宏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只是此事另有缘由，还请庄主大人听我解释一番。宇文城城主说道，解释有什么好解释的？杀人偿命，你是敢做不敢当不成？马长春愤怒地质问道。然而就在这一刻，圣丹山庄的庄主却是摆了摆手，示意马长春不要说话。而看到他这个动作之后，马长春也是赶忙闭上了嘴巴。尽管马长春在圣丹山庄有些地位，可是那也是在天仙境的强者中，面对自己的这位庄主大人，他可是不敢有一丝不敬和违抗。你且说来听听。圣丹山庄庄主说道，这楚风废除了我儿子和我弟子的修为，他们两个可都是我宇文城的传承者。庄主大人，你说这个仇我该报不该报？宇文城城主目露凶光，指着楚风大声问道，该报。可是据我所知，楚风小友废除掉宇文廷义和宇文化龙的修为，却也都是事出有因啊。圣丹山庄庄主说道，原因我也知晓，可是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弟子修为被废，我岂有不出头之理？倘若换作是你，你能置之不理吗？宇文城城主问道。圣丹山庄庄主笑着摇了摇头，虽未开口回答，可却也是给出了回答。可是你圣丹山庄的那些长老却护着楚风，我若不除掉他们，又怎能杀掉楚风？宇文城城主说道，以你的实力，他们阻拦不了你。圣丹山庄庄主说道，是我若强行出手，他们的确阻拦不得我，可是我最终能找到楚风他们，却是师父方给我传递了消息，但师父方在传达方位之前便要与我交易，我必须答应给他一件仙兵，并且除掉马长春等人，他才肯与我交易。这是交易，我没有选择，而我既然应了，就必须做到，我不能失信于人。你既然来此，想必也已经调查清楚，你应该也知道，我是用一把仙兵作为报酬来与师父方交易的。我宇文延宏乃是一言九鼎之辈，我既然答应了师父方，就必须做到，所以我不仅给了他仙兵，我也有足够的理由杀掉马长春等人。宇文城城主说道，你有你的原因，可我今日来讨伐你，也有讨伐你的理由。无论你的原因是什么，可是你都无法改变我圣丹山庄讨伐你宇文城的理由。圣丹山庄庄主说道，我知道，不管怎么说都是我理亏，但我绝对不会让庄主大人白跑一趟。庄主大人，我愿为杀了你圣丹山庄的弟子而做出赔偿。宇文城城主此话说完，大袖一挥，刹那间百道光芒如导射的流星一般自其乾坤袋内飞掠而出，最终用整整齐齐的排列在了他的身前。那是仙兵，什么样的仙兵都有，可却全部都是真正的仙兵，足足100件。看到这100件仙兵，圣丹山庄的许多长老也是神色变动，眼中涌现出了贪婪之色。此刻圣丹山庄的所有长老都是不由自主地看向了他们的庄主大人。尽管圣丹山庄并不是没有仙兵，可是仙兵的价值却依旧非同小可，甚至仙兵的数量往往代表着一个势力的底蕴是否雄厚。他们都非常清楚，这100件仙兵代表着什么？这代表着宇文城大出血了，也代表了宇文城和解的诚意。庄主大人，这100件仙兵是我精心挑选出来的，您若愿意原谅我犯下的错误，这些便是我对您的赔偿。宇文城城主说道。然而圣丹山庄的庄主却只是看着那些仙兵若有所思，没有言语，这让宇文城的城主眉头微微皱了起来。他本来觉得这100件仙兵足以和解，毕竟这是一个极大的让步，可现在来看似乎没那么简单，这让他有些意外。庄主大人，这已经是我能做的最大的让步，您若还是要执意追究，那我宇文城无可奈何之下也只能应战了。可就算是你圣丹山庄今日能够灭掉了我宇文城，可我的师尊日后若是归来，也一定不会善罢甘休。宇文城城主说道。当宇文城城主提及其师尊2字之际，圣丹山庄的庄主顿时眉头一皱，目光终于有所变化。楚风，糟了，这圣丹山庄的庄主怕是要妥协。此刻女王大人的声音在楚风的耳边响起，其实来时的路上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圣丹山庄弟子那么多，出外历练，死伤在外乃是常有的事，圣丹山庄也不可能因为这种事就灭人满门，往往对方给予一些说法就会了结恩怨。只是这一次有些特别，杀人的乃是宇文城的城主和宇文城的少城主，并且他们的动机还是杀掉圣丹山庄的多个长老，总的来说是严重了一些。可是宇文城现在所拿出的这个赔偿也已经足够了，毕竟那可是100件仙兵啊！我现在还记得在仙兵山庄拿到仙兵的时候，仙兵山庄那些人心痛的模样，由此可以看出仙兵的分量，并且依照我看，宇文城背后也是有所依仗的，那个所谓的师尊应该便是他们的依仗。楚风说道。这么说来，理想他们的仇
今日是报不了了。女王大人问道。不，这个仇我一定报，圣丹山庄不报，我楚风也一定会报。说这话的时候，楚风的眼中闪烁着坚定的目光，那是不可动摇的决意。果不其然，就如楚风和女王大人所料，圣丹山庄庄主未能抵挡住那100件仙兵的诱惑，他最终还是妥协了。当圣丹山庄庄主妥协之后，宇文成也是立即解开了那道防御阵法，迎接圣丹山庄的庄主进去。看得出来，他们倒也是很信任圣丹山庄，并不怕对方出尔反尔。宇文城主，我圣丹山庄与你宇文城可是已经友好相处多年，而互不相犯的。下一次，我不希望这种事情再发生。圣丹山庄庄主收起那100件仙兵后，对宇文城城主说道。他这话也是有着威胁之意，是告诉宇文城城主，若还有下一次，绝对不会像这一次这样和平解决。庄主大人见笑了，这种事情我也不希望再发生第2次，因为若继续这样赔偿一次，怕是我宇文城的家底我就要赔光了。宇文城城主苦笑着说道，看他那心痛的表情，倒也是能够看得出来，100件仙兵对于宇文城来说，的确也是割肉一般，真的是大出血了。哈哈，既然如此，那我便就此告辞了。圣丹山庄庄主哈哈一笑，说话间便准备就此离去，大有一笑泯恩仇的感觉。庄主大人，你与这楚风是何关系？可忽然间，宇文城城主说道，我与楚风小友，今日才见，你说是何关系？圣丹山庄庄主说道。听得此话，楚风心中一紧，隐隐间从2者的对话中感受到了不妙。就在这时，宇文城城主大袖一挥，又有足足50把仙兵自其乾坤袋飞出，整齐地摆放在了他的身前，并且整齐地向圣丹山庄庄主飘去。宇文城主，这是何意？圣丹山庄庄主问道。庄主大人，我与楚风的恩怨你已清楚，这楚风我迟早要除掉，现在他既然在此处，我没理由放过他，还望庄主大人能给我这个为尔报仇的机会。宇文城城主说完此话，便抱拳鞠躬，施以大礼。见此一幕，楚风眉头皱得更深了。他最不希望的一幕发生了，不仅楚风脸色变化，就连圣丹山庄的许多长老脸色也是有所变化。50件仙兵换取圣丹山庄的袖手旁观，这个交易可谓是相当的划算。但是相比于大部分长老，马长春的脸色则是有些慌了，看得出来他也很害怕，害怕他们的庄主大人真的答应了这个交易，那样一来可就等于将楚风置之死地了，并且是他邀请楚风来此的。若楚风真的死在这里，也就等于是他害死了楚风，他良心难安。不过相比于马长春的神色慌张，楚风倒是颇为淡定。楚风手中的邪神剑不由得握紧了，一层层力量开始涌入邪神剑内。旁人没有注意到，邪神剑已经隐隐间有了变化。这一把不起眼的半城地兵之内，那某种邪恶且强大到超乎想象的力量正在悄然觉醒。可就在这时，那圣丹山庄庄主却是哈哈大笑，随后只见他大袖一挥，只听噼里啪啦的声响传来，那足足50道仙兵便被笼络带了一起，随后当的一声便回落在了宇文城城主的身前。虽然我今日刚与楚风小友相识，可楚风小友却是我圣丹山庄的贵宾，你若要对付他，我绝对不可能坐视不理。别说区区50件仙兵，哪怕是500件，我的想法也不会改变。另外恕我直言，尽管楚风小友做的事有些过分，可却也是宇文廷义和宇文化龙理亏在先，凡事都讲一个理字。依我看，他们小辈的恩怨已经扯平了，作为长辈的就不要再追究了，否则追究好了，你也就是报个仇出口气；但若是追究不好，家破人亡的事情在这大千上界也是常有发生。人外有人，山外有山，天外也有天啊！话罢，圣丹山庄的庄主便拔空而起，他的这番话是在提醒宇文城的城主，楚风的背景非同小可，神秘莫测。以他宇文城的精良，若要杀楚风，最好还是先掂量掂量我宇文炎红的儿子，天王老子也不能动。宇文城城主发出一声咆哮，他的这声咆哮是对着楚风所发出的。楚风，你想为那几个小鬼报仇对吗？有本事自己来，借助他人的力量算什么本事？宇文城城主对着楚风继续喝道，他竟然在嘲讽楚风，嘲讽楚风借助圣丹山庄的力量报仇，但最终却是要无功而返。他这是在炫耀，在炫耀他宇文炎红的实力，也是在讽刺楚风的无能。宇文城主，我说了，楚风小友来我圣丹山庄贵宾，你若在这般无礼，休怪我对你不客气。圣丹山庄庄主冷声说道。而圣丹山庄庄主此话一出，那宇文城城主道也是闭上了嘴巴，只是他看着楚风的目光中却依旧充斥着杀意。面对那杀气腾腾的宇文城城主，楚风则是淡淡的笑了，说道，宇文城城主，我楚风现在的实力要杀你的确做不到，但是你儿子的命以及宇文化龙的命怕是不保，等着吧，我会让你为你的所作所为后悔的。宇文城城主冷然一笑，随后说道，我倒是要看看你拿什么让我后悔。至于楚风，则不再与其争辩，而是转过身来示意圣丹山庄的庄主可以离开了。于是圣丹山庄的庄主便率领着圣丹山庄的大军就此离去。虽然此行他们未能为李想等死去的弟子报仇，可是圣丹山庄的收获却是非常的大，对于他们来说这一次是非常的赚的，甚至可以说李想等人死得很值。毕竟对于他们来说，除非那弟子是他们当作接班人培养的，否则莫说一个弟子的命，就算10个甚至100个弟子的名，也未必有一把仙兵值钱。经过今日一事，楚风也算是看透了圣丹山庄的真面目。尽管这的确是一个名门正派，但他们也会以利益为重。楚风想要报仇，不能指望他们，还是要靠自己。庄主大人，各位长老，感谢圣丹山庄的招待，只是楚风有事在身，不能与你们同行了，我们就此告别吧。忽然间，楚风对圣丹山庄的庄主说道，楚风小友，可是因为我没能为李想等弟子讨回公道，而怪罪于我，
圣丹山庄的庄主问道：“这个公道你已经讨回来了，圣丹山庄的面子你也争回来了，只是我的公道要我自己讨回，这本就是两回事。我楚风岂会怪罪于你？”楚风说道：“楚风小友若要离开，老夫不会强求，只是这份礼物，还望楚风小友能够收下。”圣丹山庄的庄主取出了一件仙冰，送给了楚风。他倒也是聪明，没有将宇文成赔偿给他们的仙冰转手送给楚风，而是将一件本就属于他圣丹山庄的仙冰送给了楚风。老实说，以仙冰的价值，这绝对算是重礼，哪怕只有一件。可是这份礼物，楚风却没有接受的理由。他若接受了，他觉得自己对不起死去的理想，对不起死去的高浩，也对不起死去的马强，甚至对不起那些圣丹山庄无辜的弟子。无功不受禄，这份厚礼我楚风不能收。诸位前辈，告辞了。说话间，楚风便就此离开。而圣丹山庄的人倒也没有人去追，毕竟圣丹山庄的庄主都没有挽留的意思，又有谁敢去挽留？庄主为了这楚风，拒绝50件半成仙冰，值吗？楚风走后，圣丹山庄的一位长老问道：“因为50件仙冰而让我圣丹山庄数万年的基业毁在我们的手中，值吗？”圣丹山庄的庄主反问道：“庄主大人，您是说这楚风背后那可怕的未知势力真的存在？可他不是说他来自凡界吗？”那位长老问道。之前圣丹山庄的庄主与楚风闲聊之际，也曾询问过楚风的身世，而楚风的回答则是他来自凡界，间接的告诉圣丹山庄的庄主，楚风并没有什么背景。尽管大部分长老对于这个话都非常的怀疑，但是还真就有人当真了。就比如这个长老，我说我来自下界，你信吗？圣丹山庄的庄主问道。是属下愚钝了。那位长老意识到了自己的疏忽，赶忙施礼赔罪。而圣丹山庄的庄主则是望着楚风离去的方向，感慨起来。按照马长老的形容，那地狱飓风非常的厉害。试问，若是哪一天那样的地狱飓风落在我圣丹山庄之上，谁能够挡得下来？听得此话，圣丹山庄的长老们纷纷感到后怕，也都觉得当时他们的庄主大人拒绝了宇文成城主的要求，当真是英明。可此等情况下，也有人问道：“庄主大人，既然楚风背后的势力如此强大，我们何不在今日就借着这个机会灭掉宇文成？既能除掉宇文成这个眼中钉，又能在楚风那里做个顺手人情，岂不是妙哉？”那位长老说道：“宇文成要是能够除掉，我早就除掉了，岂会被他这100件仙兵打发掉？若是灭掉他宇文成，他宇文成的所有宝物不都是我圣丹山庄的？我迟迟不动手，因为什么？你们还不清楚？”圣丹山庄庄主问道。圣丹山庄的人们当然清楚，他们不能除掉宇文成，乃是因为宇文成城主的那位师尊，尽管他的那位师尊现在不在大千上界，并且生死不明，可谁也不能确保他是否还会回来。庄主大人，若是能得到楚风背后势力的青睐，我们还忌惮宇文炎红的师尊吗？圣丹山庄的一位长老说道。愚钝，连你都能想到借此事件拍楚风的马屁，那你觉得以楚风身后势力的智慧会领这个情吗？那种真正的庞然大物不是那么容易得到他们青睐的。圣丹山庄庄主说道。听到这里，众人长老则不再言语。的确，那些庞然大物的关系真的不是那么好攀的。楚风离开圣丹山庄后，并未真的直接赶往虚空神树，楚风是在宇文城的边界留了下来。楚风，你真的要冒险吗？君子报仇10年不晚，你何必急于一时，冒此风险？女王大人担心的说道。他已经知道了楚风的目的，楚风打算使用隐身符潜入宇文城，寻找机会杀了宇文廷义和宇文化龙。但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非常冒险的决定，所以女王大人才会这般担心。这口恶气我不能就这样咽下去，我虽无法杀了宇文炎红，可我却必须杀了宇文廷义。楚风说道。只是你那隐身符能起作用吗？女王大人是担心楚风的隐身符无法瞒过宇文城城主。我觉得这隐身符可以，就算真的不行，我还有邪神剑，大不了就是个鱼死网破。楚风握着邪神剑说道。算了，既然你决定了，那就这么做吧，不过最好是等到天黑再去，最起码让他们放松警惕。女王大人说道。好，听你的。楚风点了点头。宇文成并不知道楚风会这么大胆，竟然计划着要潜入他宇文城，暗杀他宇文廷义和宇文化龙。尽管他们今日损失了足足100把仙兵，损失极大，甚至他们宇文城的底蕴都因此而变得不足，可是他们今日却是逃过一劫。他们深知是他们为眼中钉的圣丹山庄有多么想除掉他们的宇文城，因此他们也非常害怕圣丹山庄借着这个机会真的就大开杀戒。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尽管今日损失巨大，可却只要宇文城还在，今日就是一件喜事。尽管他们没能杀了楚风，可却也让楚风吃了一个瘪，因此他们要庆祝，庆祝他们明明已经动手要杀掉楚风，可是楚风也无法奈何于他们。所以宇文城城主决定明日清晨将举行一场盛典，他要借着这个机会告诉宇文城的所有人，不管是谁，只要是敢动他宇文城的人，他都不会放过，哪怕是身后可能有着神秘势力的楚风也是不行。其实庆祝只是一方面，他是想借此机会稳住军心，鼓舞士气。终于到了夜晚，楚风已经使用隐身符悄悄地潜入了宇文城内，而那隐身符的力量如楚风所料一般，他进入宇文城后就如同隐形人一般，没有人能够注意到他的存在。经过一路摸索和观察，楚风已经找到了宇文廷一的住处。楚风潜入了宇文廷一的住所，宇文廷一所居住的宫殿不仅宏伟，还用强大的结界之术做过防御，哪怕是楚风也看不到宇文廷一住处内的情况。想要一探究竟，就必须进入其中。宇文廷一的宫殿很大，房间也很多，哪怕潜入宫殿想找到宇文廷一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楚风必须挨个卧房搜索。终于，楚风在一个富丽堂皇的卧房内找到了宇文廷一。可是令楚风想不到的是，当他进来后才发现，不仅宇文廷一在，宇文炎红也在这里。眼下
楚风竟然和宇文廷一以及宇文城的最强者宇文延宏共处一室，并且宇文延宏和宇文廷一父子俩所谈的话题，好像还是个关于杀楚风的事情。楚风这一次真可谓是羊入虎口。此刻，楚风下意识的便是心中一紧。老实说，楚风也是怕了，毕竟那可是宇文延宏，一位武仙强者，一位只需一口唾沫都能把自己活活淹死的存在。更何况他还那样痛恨自己，那么的想要杀了自己。然而，楚风的慌乱却也只存在了一瞬间，便立刻有所好转。楚风发现宇文延宏这种级别的存在似乎都没有发现楚风。楚风，你这隐身符好厉害，连宇文延宏都瞒过去了。莫说感受不到你的气息，连你的脚步声他都听不到。你这隐身符把你隐藏的太彻底了。女王大人很是兴奋的说道。其实当楚风看到宇文延宏的那一刻，女王大人也是心中一紧，心想着这次完了。但是当宇文延宏根本就没有反应之后，女王大人便立刻欣喜若狂。她真是觉得这隐身符太神奇了，若是还没有他那神奇的力量，楚风今日怕是要栽在此处了。看来还是瞒过去了。楚风也总算松了一口气。另外，他与女王大人的交谈可谓算得上是心灵感应，他们二人的交谈旁人根本听不到，所以楚风也丝毫不担心他因为和女王大人的交谈而被宇文延宏发现自己。楚风，你这一道隐身符大概能持续多久？女王大人问道。虽然这隐身符是瞒过了宇文延宏，可是若是持续时间不长，也迟早会暴露楚风。女王大人就担心这隐身符所持续的时间太短，没使用之前我也不能确定，但是现在使用之后，我便能够感受得到这隐身符的时限，它的时间倒是超乎我的想象，应该可以持续6个时辰。楚风说道。6个时辰，这么久，那看来你能安然的离开这里了。女王大人说道。毕竟从楚风潜入这宇文城，找到这宇文廷一的住处，才只过去了2个时辰，还剩下4个时辰，足够楚风全身而退的。回想一下，当初楚风费尽力气布置的隐身避仙阵所持续的时间才那么短，可是如此厉害的隐身符却能够维持足足6个时辰，这已经充分的说明了这隐身符的厉害。当确定宇文延宏发现不了自己，并且这隐身符的隐身力量还可以维持4个时辰之后，楚风便干脆站在这屋子的一边，听起这父子2人的对话。廷一，修为没了，可以再修。你今年才多大？可修武者的寿命又有多长？以你的天赋，只要继续修炼，迟早会再度成为一位修武高手，而我宇文城依旧会由你来继承。宇文延宏正在安慰宇文廷一，因为此刻宇文廷一个堂堂男儿竟然已经是满脸的泪花，一脸的委屈。在楚风进来的时候，宇文廷一就在与其父亲哭诉，让其父亲一定要杀了楚风，为他报仇。父亲，我会努力的，有了过去的修武经验，我哪怕重新修炼，可我成长的速度也一定会更快。可是这口气我实在咽不下去，楚风必须要抓到他，我不用亲手杀他了，只要能够杀掉他就可以。宇文廷一说道。廷一，你放心，这个楚风不管他身后有没有背景，有没有人为他撑腰，我都不会翻过他，总有一日我会杀了他，为你报仇。宇文延宏信誓旦旦地保证道。不仅是那楚风，那些与楚风有关系的人，我都要他们死。宇文廷一咬牙切齿地说道。尽管他脸上还挂着泪痕，看上去很是委屈，可是他此刻狰狞的脸孔却是将他内心的狠辣展现得淋漓尽致。好，这件事父亲依你。而对于宇文廷一这个近乎残忍的要求，宇文城的城主宇文延宏却也是立刻答应。由此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父子2人乃是一丘之貉。父亲，明日的盛典孩儿便不出席了。忽然间，宇文廷一低下了头，说这话的时候，他的声音很是无力。此刻，宇文延宏沉默了一下，随后才赶忙开口：好，你与化龙尽管好好调理身体，明日的盛典你们2人都不必参加。对于这个要求，宇文延宏最终也是应下。他也清楚，宇文廷一和宇文化龙的骨子都透满了高傲，尽管明日的盛典是要鼓舞士气，宣扬他宇文城不管敌人是谁都不惧怕的精神，可是对于宇文廷一和宇文化龙来说，这仍是一件耻辱的事。毕竟他们的修为都被楚风所废，所以他们不想出席。宇文延宏都能理解。随后他们2人又聊了一会后，宇文延宏便离开了。宇文延宏离开后，楚风并没有立即动手，而是跟随宇文延宏走了出去。当确定宇文延宏是离开了，并且多半不会回来了之后，楚风才回到了宇文廷一的房间。回到房间后，楚风先布置了一重隔音结界，将宇文廷一的卧房封锁。因为宇文廷一的宫殿外可是有高手守护的，若是被他们听到了一点声音，那么倒霉的就是楚风自己。不过幸亏现在的宇文廷一已经是个废人，所以布置一道想要困住他的结界，对楚风来说倒也不是一件难事。在做好所有防范措施之后，楚风便跳上了宇文廷一的床，和宇文廷一面对面的坐着。楚风就这样近距离的看着宇文廷一，可是宇文廷一却是毫无感觉。他此刻手中捧着一幅画像，那正是楚风的画像。猛然间，宇文廷一将楚风的画像撕得粉碎，并且大声喊道：楚风，我多想亲手将你撕成碎片。就在这时，楚风出手了，他一只手伸出，便狠狠地掐住了宇文廷一的喉咙。宇文廷一的喉咙忽然被人锁住，他立刻变得神色慌张，满面痛苦，并且一脸的不知所措。那个模样当真是彻底懵逼了，因为他根本就看不到楚风，可是他却能够摸到有一只有力的大手狠狠地掐住了自己的脖子，而眼下他却连声音都发不出来。宇文廷一，怎么了？不知道我是谁了？楚风冷声说道。听着楚风的声音，宇文廷一脸色变得更加难看，声音叫的也更加大声，挣扎的也是更加厉害。他原本凶狠的脸上此刻布满了惊恐，是无比的惊恐。他已经没有了先前的凶狠，他是真的怕了。他非常清楚，他落到楚风手中会是怎样的下场。想说话，成全你。楚风大袖一甩，
将宇文婷一甩在了地上。可是宇文婷一爬起身来，便向门外跑去，一边奔跑还一边大声的呼喊：“男人啊，楚风闯进来了，快救我！”然而他刚刚跑到卧房的门口，便惨叫一声，随后倒飞而起，重重的撞在了墙壁上。其实说实话，这个冲撞力不是很大，可是对于宇文婷一来说却是非常的重，否则他也不可能被撞得龇牙咧嘴，鼻口窜血。如今的宇文婷一真的是弱不禁风，大声点喊，看看有谁能来救你。楚风说道：“楚风，放过我吧，求求你放过我吧，只要你放过我，你要什么我父亲都会给你。”宇文婷一竟然跪在地上向楚风求饶，最可笑的是他根本就不知道楚风在哪里，所以他只好四面不停的跪，不停的作揖，不停的说求饶的话。可是对于宇文婷一，楚风却无法产生丝毫的同情。宇文婷一越是这般虚伪，楚风眼中的杀意便越是浓郁。若是你的求饶能换李想等人的复活，我倒是可以考虑饶你一命。然而现在一切都已经晚了，你要为你所做的一切而负责。话罢，楚风大袖一挥，一道武力光刃便横扫而过，直接将这宇文婷一的头颅斩下。头颅落地之后，宇文婷一便没了气息，因为楚风不仅仅是斩掉了他的头颅，更是击碎了他的灵魂。宇文婷一已是死在了楚风的手中。马强、高浩两位兄弟，我楚风为你们报仇了。楚风抓着宇文婷一的头颅，低声说道。在解决掉宇文婷一之后，楚风又找到了宇文化龙的住处。尽管宇文化龙的住处与宇文婷一一样，门外都有人看守，可是因为楚风那隐身符的力量，楚风却如同如入无人之境。尽管当日大开杀戒的是宇文婷一，可是楚风却深知这宇文化龙也不是什么好货色。楚风既然要报复宇文成，那么他最该杀的三个人就是宇文延红、宇文婷一以及宇文化龙。现在因为自身实力不够，楚风还无法杀掉宇文延红，但是楚风却能够杀掉宇文婷一和宇文化龙，所以这宇文化龙和宇文婷一一样，今日都必须死。随后楚风便用杀掉宇文婷一的手段将宇文化龙也给斩杀。斩杀掉二人之后，楚风并未直接离开，而是用宇文婷一和宇文化龙的尸体做了一件事之后才离开。而这件事则与明日宇文城的盛典有关。次日清晨，天刚蒙蒙亮，宇文城的所有人便都聚集在了那浩瀚无边的广场之上。不仅是宇文城的人马，宇文城周边的附属势力在昨日便收到邀请，所以今日早早的便来到了这宇文城内。宇文延红这位宇文城的城主更是在万众瞩目之下登上了高台。宇文延红扫视众人后，忽然开口高声问道：“诸位可是知道我今日为何将诸位召集此处，为何要举办这场盛典？”众人沉默不语，他们不敢妄自回答，都在等待着他们的城主大人来为他们解答。我知道很多人觉得我们今日这场盛典是从圣丹山庄手中逃过一劫，所以才有了这场盛典。可若是有人这样想，那便真是想错了，因为这并非是我的本意。我之所以举办这场盛典，是要庆祝我宇文城的重生。何为重生？并非大难临头而不死才是重生，因为圣丹山庄从来就不是我宇文城真正的威胁。我宇文城从未真正的怕过他圣丹山庄，哪怕是昨日我送给他们的100件仙兵，总有一日他们也会原封不动的归还于我们。我宇文城能够在此处扎根这么久，并非毫无依仗，而我们的依仗也是圣丹山庄所忌惮的对象。所以在我看来，圣丹山庄从来就不是我宇文城真正的对手。我宇文城真正的对手是谁？是楚风，那个叫做楚风的小辈。楚风虽然只是一个小辈，可他绝对不能当做一个寻常的小辈来对待。这个楚风不仅是一位修武天才，他还掌握着逆天级别的秘籍，甚至修炼了传说中的神罚玄功。他来路不明，横空出世，顿时成为了大千上界所议论的焦点。他的事迹也如同神话一般迅速传开。自从他出现之后，各方势力都想与他套上关系。莫说圣丹山庄和仙冰山庄这种势力，哪怕是向来高傲自负、我行我素的远古蛇族也不例外。为何各方势力都这样做？那是因为他们都觉得楚风的背后有着非常强横的势力为他撑腰，所以他们怕楚风。但是其他势力怕他楚风，我宇文城却不怕。楚风做出了伤害我宇文城之人的事，我宇文城不管他是何来历，都要他付出代价。不只是他楚风，日后不管是谁，只要无缘无故的敢伤我宇文城的人，我宇文城绝对不会善罢甘休。哪怕是天王老子，我宇文城也要找他算账。这便是我今日要告诉诸位的事。宇文城城主大声说道。而他此话落下之际，那广场之上的人海则顿时沸腾起来。宇文城，宇文城，宇文城，宇文城三个字如同雷鸣一般，在这方上空响彻着。宇文城的许多人，尤其是小辈们，就如同被洗脑了一般，非常的激动。此刻他们甚至觉得，哪怕处世天族的人动了他们，他们的城主都会为他们讨回一个公道。而那些附属势力的人，更是觉得他们找对了靠山。然而就在这时，在这广场的上方，忽然传来阵阵怪响。抬头观望，发现那虚空之上竟然出现了裂痕。不，而下一刻，宇文城城主竟然发出了一声无比辈分的怒吼。天哪，那是！与此同时，在场的许多高手都是神色大变。这一刻，小辈们则是有些慌乱和茫然，一脸的不知所措。以他们的实力，根本看不出那虚空之上出现的裂痕代表着什么，可是他们却能够从他们的城主大人那声怒吼中听出2个字：悲痛。就在这时，那上方的裂痕越来越大，紧接着那虚空如同碎裂的镜面一般开始崩塌。而当那虚空崩塌之后，人们才意识到，原来那是一道隐藏结界。那隐藏结界早就在那里了。这隐藏结界虽然布置的隐秘，可至少以宇文城城主以及在场的许多天仙境高手来说，只要认真观察，都能发现它的存在。可正是因为人们不会想到在这里会有一道隐藏结界，才没有人注意到它的存在。而眼下
当这结界破碎之后，莫说那些长辈们神色大变，就连小辈们也同样如此。天哪，怎么会这样？许多小辈忍不住发出惊呼，尤其是女孩子们，更是吓得哭了出来。因为此刻在那虚空之上挂着2道尸体，这2道尸体被悬挂在虚空之上，非常的瘆人。而这2道尸体正是宇文廷义和宇文化龙，是他宇文城最强的2位天才，也是宇文城最重要的2位继承者。但是他们2个不仅已经死了，脑袋更是被切了下来，被他们各自的双手捧在怀中。不仅如此，在这虚空之上，还有金灿灿的2行大字缓缓浮现：一人做事一人当。此2人乃是我楚风所杀。宇文延洪，你莫要着急，总有一日，我楚风会亲手送你下去，和你的儿子与弟子团聚。天啊，是楚风，竟是楚风！他杀了少城主和宇文化龙，不可能，这不可能！他是怎么做到的？他是怎么进来的？这会不会是假的？会不会是恶作剧？一时之间，众人猜测纷纷，许多人都觉得楚风不可能进得来，就算进来了，也不可能不被发现。也干脆有人觉得这根本就不是宇文廷义和宇文化龙，觉得那只是恶作剧。可是如宇文延洪这种高手，却一眼就能够看出这并非是假的，这就是他的儿子宇文廷一和他的弟子宇文化龙啊！楚风，我要将你碎尸万段！猛然间，宇文延洪又发出一声怒吼，这声怒吼震得这整个宇文城的主城都是为之颤动。怒吼之后，宇文延洪疯了一般的冲出了宇文城，开始疯狂地搜索着楚风的踪迹。只不过可惜，任凭他如何搜索，都搜索不到。楚风已经早早地离开了，眼下已经踏上了前往虚空神树的途中。经过一段时间的赶路，楚风距离那虚空神树已是越来越近。这一路上，楚风遇到了许多人，有实力强横到深不可测的顶尖高手，自楚风身边一闪而过。楚风甚至连对方的身影都看不到，只能感受到他那强大的气息曾将自己笼罩。也有战车漫天、旗帜飘扬的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从楚风身边掠过，他们威风凛凛，目中无人。遇到这样的大军，很多散人都是赶忙退避，不敢得罪。这一路上，各种强横的存在，楚风都曾见过，也或者感受到过。而楚风知道，这些人的目的和楚风一样，都是奔着虚空神树来的。就如马长春所说，这虚空神树的异动，果然在大千上界掀起了滔天巨浪，似乎各方势力的人马都在向那虚空神树汇集而去。不过，可能是因为楚风动用易容阵法，让自己的容貌变成了一个年迈老者的原因。哪怕楚风是在动用4品真仙的修为赶路，可是那些自楚风身边路过的人，却也没有一个人理会楚风，甚至很多人看都不看楚风一眼。但楚风很清楚，倘若自己是本来面目，怕是会有不少人对自己刮目相看。大千上界就是这样，一个修武多年的老者，只是4品真仙的修为，会被人看不起。可是若是一个100岁以内的小辈，拥有4品真仙的修为，则会引起旁人的惊叹。这就是大千上界，非常的现实，也非常的残酷。此刻楚风依旧在赶路，可是他却并非独自一人，在楚风不远处还有一个老者在与楚风一同赶路。这位老者的修为比楚风要强，乃是5品真仙，可是他并没有用全力赶路，所以几乎与楚风同行。这位道友也是要去虚空神树吧？老者对楚风说道。是啊，听闻虚空神树内出现了一个年轻人，竟在虚空神树的结界之内，所以就想来一看究竟。楚风以一位老人的口吻回道。哈哈，真巧，老夫也是。那位老者笑哈哈地说道。就这样，2人一边闲聊，一边向虚空神树的方位行去。不过他们所聊的内容倒也都是与虚空神树有关，大多数是那位老者讲，楚风则听着。而走着走着，一片白茫茫的大雾忽然出现在了前方。起初楚风没有在意，可是这雾却很是诡异，竟然能够遮蔽楚风的视线，哪怕楚风的天眼也是看不透。这种情况下，楚风的可视距离已是越来越短。楚风意识到了不妙，他有一种感觉，自己好像走不出这片大雾了。糟了，我们该不会是进入了神树幻雾了吧？此刻，那位与楚风同行的老者一脸慌张地说道。神树幻雾，那是什么？楚风问道。你难道没听说过神树幻雾？对于楚风的问题，老者表示非常诧异。是我孤陋寡闻了，这神树幻雾究竟是何物？楚风问道。这神树幻雾乃是虚空神树所释放出的雾气，这雾气能够迷人心智，进入其中将被困在一处，很难逃脱，甚至有不少人被活活困死在这幻雾之内。老者说道。怎么可能会被困死在这里？楚风很是不解。倘若这真的是虚空神树释放出的神树幻雾，那么我们已经深陷迷雾之中，眼前所看到的都是幻觉，搞不好你我现在2人就在一小片云朵之内徘徊，而这一小片云朵便是神树幻雾所化。我们身在这云朵之内，所看到的是无穷无尽的雾气，无论怎么走都走不脱，可实际上只是在原地打转而已。而在外人来看，这就是一片正常的云朵，看不出一丝不对劲，自然而然的，他们也就看不到这云朵之内的我们，除非他们也不小心闯入这云朵，那便会进入这神树幻雾内，如我们2人一样，一起被困在这神树幻雾之内。老者解释之后，忍不住叹息一声，这乃是太倒霉了。这神树幻雾只是传说，几乎很少有人遇到，全被我遇到了。难道说这神树幻雾不会散吗？楚风问道。会，总有一日会消散。据传说，它所能持续的时间最多也就几个月而已。老者说道。若是这样，那几个月之后，我们岂不就脱困了？又岂会被活活困死在这里？楚风问道。若真是那么简单就好了，神树幻雾会不知不觉中侵入我们的身体，麻醉我们的灵魂，那个时候我们会觉得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哪怕真实世界只是过了短短1个时辰，而我们却会觉得仿佛过去了1000年。老者说道。可就算过了1000年又怎样？那都是幻象而已啊。楚风说道。
这就是神术幻物厉害的地方了，它会让我们觉得一切都是真的。等我们认为那是真的的时候，离死也就不远了。老者说道。这么说来，只要坚定信念，认为这一切都是假的，就可以逃离此处。楚风问道。可就在说这话的时候，他忽然发现，那就在自己身旁的老者竟然开始变得虚幻。很快的，原本完整的老者化作一股云烟，消散在了自己的眼前。前辈，前辈，可恶，我是中了幻象吗？楚风感觉不妙，他觉得那老者不会无缘无故消失，他怀疑自己可能是已经被神术幻物所影响，沉浸在了幻象之中。猛然间，楚风忽然觉得自己的大脑有点发麻，思绪开始变得不正常。这是哪？我怎么会在这里？下一刻，楚风竟然一脸茫然，他望着周围的一切，根本就不清楚这里是哪里。楚风仿佛已经忘记了来到这里的目的，也忘记了如何陷入这神术幻物的，甚至忘记了那位老者。楚风，你怎么了？眼见楚风的反应不对，女王大人开始大声呼喊，可是无论他怎么呼喊，楚风就像是听不到他的声音一般。这种情况下可把女王大人急坏了，因为楚风他真的失去了记忆，楚风的思绪陷入了混乱。在女王大人看来，楚风很可能如那位老者所说，已经受到这神术幻物的影响，没有了自己的主观意识，彻底陷入了幻象之中。最重要的是，这个幻象比女王大人所想象的厉害。至于楚风，他的确听不见女王大人所说的话，他的确是被那神术幻物所影响了。此刻的他一脸迷茫，满脑袋的问号，他不清楚他自己为何会忽然出现在此处，也不知道这是哪里，他的记忆是混乱的，没有一个理智的思路。此刻周围的一切对楚风来说都是如梦如幻。反而就在这时，一道声音忽然响起，听到这个声音，楚风顿时精神一振，就仿佛脑海中的所有烦恼都烟消云散，所有的问题，所有的烦恼都不重要了。因为这个声音，楚风是如此的熟悉，那是楚风父亲的声音。父亲，是你吗？楚风一边问道，一边快速的向他父亲声音传来的方向飞掠而去。父亲，终于，楚风看到了自己的父亲，那的确是自己的父亲楚轩辕。可是此刻的楚风却是一脸的慌张。此刻的楚轩辕就站在楚风的不远处，可是楚轩辕却是浑身是血，身负重伤，就像是一个将死之人一般，虚弱的不得了。父亲，楚风一边大吼着，一边冲向了楚轩辕，而楚轩辕也是虚弱的跌落到了楚风怀中。凡儿，快逃，别管我，你赶快逃！楚轩辕对楚风虚弱的说道。而在楚轩辕说这番话的时候，楚风能够清晰的听到一道震耳欲聋却又非常诡异的吼声自楚轩辕所出现的方向不断传来。与此同时，楚风还感受到了一股非常强大的气息，那气息太恐怖了，是一种楚风根本就无法抗衡的感觉。该死！楚风眼见形势不妙，抱着自己的父亲楚轩辕便快速的向远处逃窜而去。可是无论怎么逃，这周遭都是白茫茫的雾气，而楚风的身后那神秘且恐怖的气息则一直跟随着楚风，并且距离楚风越来越近。凡儿，放下我，他是冲我来的，只要你放下我，放下我，你自己逃。楚风的父亲说道。不，父亲，我不会放下你，不管，要逃一起逃，要死一起死。楚风坚定地说道。而当楚风说完此话之后，他周围雾气竟然开始消散。楚风发现他的周遭乃是茫茫大山，这大山的岩壁上面竟然刻满了文字，那文字很是古怪，可是楚风却仿佛能够看懂。凡儿，快念，念这上面的文字。楚轩辕催促道。听得父亲的话后，楚风也是来不及多想，赶忙开口去念。此刻楚风也根本不知道自己念的是什么，可他却真的能够念得出来。而当他念出那些字体之后，那些字体就会散发出金色的光芒。下一刻，楚风身后那神秘的存在便发出无比悲惨的叫声。这一刻，楚风忽然意识到，原来这些文字有着克制身后那神秘怪物的作用。这种情况下，楚风哪里还会多想其他的事情，也不管3721，不停地念着这大山岩壁之上的文字。但是楚风也发现，每个文字只能念上一遍，重复的念便不会闪烁那光芒，只要不闪烁光芒，那神秘的怪物便不再惧怕。所以楚风必须不停地移动，念不同岩壁上不同的字体。这片山脉很大，这上面的字体也是非常的多。楚风为了对抗那只神秘的怪物，只能一直在这大山内寻找那些字体，并且将其给念出来。这种情况下，楚风感觉时间也在不断的流逝，转眼间似乎已经过去了数日时间。而这片山脉就算是再大，也总有被楚风转完的那一天。终于，那一天来临了。楚风将这片大山兜了一圈，几乎每个角落楚风都走了一遍，而岩壁上的所有字也都被楚风念了一遍。当岩壁上的所有字体全部被楚风念完之后，那身后的神秘怪物便停止了那悲惨的叫声。楚风已经失去了克制那神秘怪物的方法。猛然间，一声怒吼传来，下一刻，楚风和他的父亲便被一条巨大的触须给紧紧地捆绑了起来。这条触须太大了，楚风和其父亲被捆绑在其中，简直不见天日，被封锁得严严实实。但是楚风还是注意到，这条触须为黑色，并且上面刻满了鳞片。这怪物不仅可怕，但应该有时来头不小，至少楚风从没见过这样的怪物。父亲，这究竟是怎样的怪物？怎么如此厉害？连您都不是他的对手。楚风真的是慌了，尽管他只是看到了条触须，并没有看清这怪物的全貌，可是单凭这条触须，楚风就足以断定这个怪物的恐怖。楚风甚至有一种感觉，觉得这是他这一辈子都无法战胜的怪物，这根本就不是人间的怪物，这是来自地狱的怪物，是来自地狱的魔鬼。凡儿，不要慌，回想一下你刚刚在墙壁上所看到的所有字体，仔细的整理一下。楚轩辕提醒道。听得楚轩辕的话后，楚风虽然不知道他父亲的意思，可却依旧照做起来。幸运的是，楚风竟然真的能够想起他先前所看到的所有字体。而当楚风把所看到的那些字体一个不差的全部在脑海中整理一遍之后，
他竟然产生了一种奇异的感觉，那种感觉就仿佛他陷入了无尽的武力海洋，而在他的前方看到了一座大门，只要穿过那道大门，他就足以重生一般。没错，楚风此刻感受到的乃是将要突破的感觉。快突破！只要你成功突破，便能引来神雷，而神级天雷乃是这妖物的克星，可以将其除掉。楚轩辕的声音再度响起，这种情况下，楚风也是不敢怠慢，赶忙趁着这个机会尝试突破，而一切是如此的顺利，楚风很快便成功突破。很快的，那9天之上，雷云涌动，道道9色神雷也是如同巨龙一般，在那9天之上奔腾。猛然间，9色神雷便自虚空之上劈落而下。这一次，9色神雷好像不是冲着楚风来的，而是不断的轰击着那捆住楚风与其父亲的怪物。一时之间，怪物痛苦的哀嚎再度响起。可是那怪物似是不打算放过楚风和楚风的父亲，他开始加大了那触须缠绕的力度。楚风只感觉自己的肉身和灵魂都要被那强大的力量给硬生生的压碎，撕裂一般的痛苦在浑身上下传来。楚风只感觉自己就要死去的时候，那怪兽的肉身忽然消散了，楚风脱困了。不仅如此，那雷霆也消散了，而楚风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的修为竟然也因此提升，他成功突破了，成功的从4品真仙提升到了5品真仙的境界。